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暴民说。俄罗斯可以上核弹来对付星链吗？其实还可以有更好的办法。最近呢，围绕马斯克的星链系统议论很多。首先是美国太空军表示星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，它很难被完全摧毁。未来的美国军事卫星系统的建设要参考星链的做法。而境外媒体发现，中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讨论了用空间核爆炸来摧毁星链的可能性。打击星链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任务，传统概念上的反卫星手段呢很难奏效。反卫星呢有软硬两种办法，硬的办法就是用导弹把卫星击毁。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所采用的是动能拦截器的方法，原理和反导类似，用一个具备高度机动能力的拦截器进入轨道，找到要消灭的卫星，迎头撞上去。但是这个拦截器的价格是极为昂贵。美国的中弹拦截弹呢，所使用的拦截器成本超过了2500万美元，而星链卫星一颗它的价值不到100万美元，这还不算3级助推器的价格，所以动能拦截太不划算了。印度所采用的是破片法，也就是发射一个爆炸性的弹头到宇宙空间，计算好时间起爆，形成一团碎片云，拦在目标卫星前面，让它自己撞上去来损坏。这个方法虽然便宜一些，但是如果加上助推器的成本，还是比星链贵很多。更主要的是，硬杀伤的办法不可能像打飞机那样把卫星打下来，导弹会把星链打成一团碎片，这团碎片呢不会掉下来，而是会持续的在宇宙空间飞行。星链的高度在大约550公里，碎片要持续飞行20年以上。如果有人不惜代价用导弹把12000颗星链卫星全部击毁，那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，整个550公里高度的轨道面就会像雷区一样，任何国家都别想再部署卫星了。而且要想穿过这个轨道面，前往更高的轨道，前往月球和火星，都可能被碎片撞击。我们部署各种气象卫星、遥感卫星、通信卫星、发射嫦娥探测器等等，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。所以呢，俄罗斯虽然面临着星链的巨大的威胁，却并没有动用反卫星导弹。这是硬的方法。那么软的方法一般是用电子干扰的方式阻止星链发挥作用。如果是老款卫星，干扰起来很容易，但是星链是一种多点波束卫星，每颗卫星有48种波束的配置，同时可以发射16个波束。波束的概念，那就是用天线形成一束无线电波，像手电筒一样照射地面，被波束照到的卫星终端就可以通信了。按照星链的设计，对于地球上的一个具体的位置，可以动用很多颗的卫星，任选其中一颗，用一个波束照射它。如果这个卫星的这个波束被干扰了，会立刻切换到另一颗卫星的另外一个波束，这就给干扰作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。要想有效的干扰，必须能够及时探测具体波束的情况，从哪里来就向哪里干扰，切换速度可能要以毫秒计算。这样的干扰设备，俄罗斯是造不出来的。所以，美国太空军的发展局局长德里克·头尔内尔嘲笑说，俄罗斯人击落了多少颗星链卫星呢？0颗。可不可以用空间核爆来摧毁星链呢？这是一种保底手段。按照中国学者的论文呢，核爆的强残余辐射可能会导致运行的航天器发生故障，甚至是直接损坏。由于裂变产物浓度很高，释放的伽马射线和贝塔粒子都很强，对区域内航天器运行和通信的影响更强。到那个时候，全世界谁都别想再用卫星了。所以空间核爆反卫星是确保相互摧毁的终极手段。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，但是不到核大战的时刻，这个方法是用不上的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的对抗星链呢？星链在空间对抗中的优势，首先是多，其次是便宜。这就让人想起了一个词儿，叫人海战术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叫星海战术。一战时期的欧洲、英、法、德这些列强都喜欢用密集的步兵方阵冲锋。最终克制人海战术的是马克沁机枪。索姆河战役期间，德军的马克沁机枪加上铁丝网，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，一天伤亡6万人以上。如今呢，马斯克既然搞起了星海战术，那我们就需要开发类似于马克沁机枪的反卫星武器。有科研人员提出，可以发射一种反星链卫星，接近星链卫星之后呢，抛出一个绳网把它兜住，然后展开一面轻薄的减速伞。550公里的高度虽然几乎是真空，但是还存在着一点点空气的阻力。
用这一面减速伞拉住星链卫星，让它的速度越来越慢，轨道越来越低，直到小于第一宇宙速度，低于100公里，它就会掉进大气层烧毁。而反卫星卫星可以携带很多个绳网，沿着轨道面一个接一个的抓过去。星链虽然多，但只要反卫星手段够便宜，扫荡的速度够快，星海战术照样会迎来末日。这样的话呢，不但可以消灭星链，还净化了空间环境。这种战术的原理很简单，用现在的技术和材料就能实现。不过呢，需要经过空间飞行来验证和定型。是不是真的要研制和装备，那就要看空间对抗的需要了，不是没办法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